韩国模特女拳王这把真的火了，比赛打着打着一不留神，竟然把自己的内衣给打飞了。我们注意看，蹲在地上的正是韩国的模特女拳王金正华。此时此刻，她正在捂着胸口，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走光，被狗仔拍到。原本这场比赛只是一场普通的女子拳击比赛，但是因为韩国的模特女拳王太过于高傲，太过于自大，瞧不起对手，结果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观众朋友们出现了一些意外。具体什么意外，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上方的文字您简单阅读一下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好，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我们注意看，相信大家伙都能看得出来哪一个是韩国的模特女拳王。且先不管如此火辣的身材是真是假，但视觉上的确是非常具有冲击力，非常的炸裂。好，注意看双方的拼拳，哇，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两个女选手打出来的比赛。要知道，穿着白色短袖的女子，她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小姑娘很年轻，而且身高还不到1.60米的身高，能看得出来，她绝对是一个小钢炮。一方面是我们中国内蒙的民风比较彪悍，而另一方面是她赛前遭到了羞辱。没错，韩国的模特女拳王嘲讽我们的内蒙姑娘长得太丑。什么情况？一丝很清晰的读秒。我实在想不清楚，心胸这么宽广的女人，为什么又心胸狭窄呢？不太理解。总不能你长得好看，你就羞辱别人长得丑吧？好，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好，每一个动作都值得我们截图去观看。好，比赛继续，又开打。小心，这怎么还想上脚呢？在选手倒地的时候是不可以踢的尤其是不可以踢头。在比赛当中的简称足球踢，这是一个很恶意的犯规。好，比赛继续。哇，双方连拳带腿，这多亏是带拳套。哇，这如果不带拳套的话，想必就是抓头发，抓脸。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泼妇打架的场面，想必都见过。但今天多亏两个人语言不通，所以说呢也骂不起来。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现场的男裁判，每一次这个拉架的时候，他都喜欢去拉这个模特女拳王，太现实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没错，他肯定会率先的去拉这个拦这个模特女拳王。什么情况？这是拉偏架吗？我们不得不佩服韩国的整容技术，的确是有两下子，可以说是从头到脚，哪怕到你的汗毛跟头发丝儿都能给你好好的改造一番。什么情况？有点累了。是不是心胸太广阔有点沉呢？什么情况？观众朋友们，别告我没提醒，该暂停暂停，该截图截图。没错，这位韩国的模特女拳王金正华，她的内衣被打飞了。打飞不是很准确只能说是被打歪了，打掉了。我们看此时此刻，她正在用一只手死死的捂住。毕竟他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将来呢还要出席一些个影视剧的作品，包括一些大的场面。所以说此时此刻千万不能够有什么失误，如果有失误这将会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污点或者说黑点。我们看一旁笼子外边的男同胞，此时此刻全场的男同志都站起来了，用手机的都忍不住用起了他的放大功能，离得近的赶紧的都凑了过来。好，没有问题，比赛继续。好，现在两人的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虽然说这位内蒙的小姑娘的确是没有那么的出色，长相上，但最起码没有像对方口中那么丑。哇，体能还是很充沛。吃牛羊肉长大的和吃泡菜长大的这个体能就是不一样。但这个韩国的模特女拳王，她的奶量不是她这个体能也很充沛这个体量也很充沛哇，读秒了！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一个模特女拳王会来参加这样的比赛观众朋友们都是为了收视率，都是为了知名度要知道看拳击比赛的人呢，90%以上，不说90%吧，95%以上都是男同志。
所以说，带着一副好身材、一副好脸蛋啊，穿着呢再靓丽一点你就可以收获一大批男性粉丝。她本身就比这个内蒙小姑娘啊，这个负重前行，她本身就是啊，这个负重在打比赛。当然，我们经常说呢，这个前凸后翘，也为了保持稳定性。所以说呢，这个负重大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主要是为了稳。好，这场女子之间的激烈大战终于结束，最终的结果没有错，让我们恭喜这位内蒙小姑娘一雪前耻，获得了比赛胜利。本场比赛精不精彩，好不好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视频中把中国选手堵在角落疯狂暴打的人，正是当时排名世界第一、来自荷兰的不败天王阿尔伯特·克劳斯。他曾在一个晚上车轮战3名中国选手，每场比赛都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优势打爆我们中国选手，从此便名声大噪。有人说他的出现就像魔神降世，笼罩了中国拳坛，不手持武器绝不可能战胜他。然而他不只在中国拳坛称王称霸，在国际擂台也是难寻敌手。从1990年出道以来，他几乎没有输掉过任何比赛，曾两胜日本拳王磨砂豆、血战泰拳王子波球，一时之间扮演整个世界都难寻敌手，这也让他的野心越来越膨胀，竟然在接受采访时公然表态，只要他还活着，中国人就永远无法击败他。然而就在此时，解放军拳王周志鹏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也让阿尔伯特·克劳斯知道了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解放军拳王周志鹏，他军人出身，不畏强敌，在比赛还没开始之前，周志鹏就已经留好了遗言，决心要和克劳斯一决生死。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红色拳套周志鹏，而蓝色拳套便是阿尔伯特·克劳斯。这个天王克劳斯呢，这两年的状态一直不错啊，虽然这个在这个年龄上啊已经这个不是优势，但是保持的状态非常不错。的确是周志鹏呢这2年呢也一直随着比赛啊，他的积累的经验，我觉得也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有一打到这种爆发期了啊，没错，尤其是关于这克劳斯啊，他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口水去介绍他过去的辉煌经历，因为在拳迷和歌迷眼中，他就是曾经神一般的存在。他名校一长串的冠军头衔，如今这个34岁高龄吧，仍然保持着这种旺盛的斗志和竞技状态，说是值得可钦佩。而且双方的这个年龄可以说是相仿啊，而且身高体重各种指数呢也都差不多。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泰拳王子波球。但是结果不同的是，阿尔伯特·克劳斯啊曾输给了波球啊，点数判定输了，而周志鹏他战胜过波球。所以说，光凭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周志鹏今天的胜算啊可能会更大一些。好漂亮，打法很硬朗。当过兵的人啊，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他雷厉风行，而且无畏强敌。但对于克劳斯来讲，他就是喜欢打得猛的啊，喜欢和他拼拳的选手，因为他也很擅长拼拳。拿到过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冠军。那么据我了解，这克劳斯实际上他从2010年到现在开始，有正式参加过5场职业拳击比赛，在德国，而且他上一场比赛是10月份。击败了一场最近击败了一个有过48场职业经历的，当然是这个胜少负多的这种选手。那由此可见，其实他这种拳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双方又进入了王老师说的这种中近距离的高手对决。高手对决，一般这高手对决都是打中近距离。我们看克劳斯刚才的那个摇闪后的这种斜上和斜上的这种勾拳啊，就体现出来他这种出色的这种腰体。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的拳击比赛。我们都知道克劳斯曾经在我们的2013年曾经1挑3，就是用这种斜上的勾拳的基础。而且那一场比赛就是周志鹏很遗憾的没能最终对决上这个克劳斯。对，这场错过了2年的比赛，终于在今年获得了世界。我觉得克劳斯今天好像状态好像稍微慢了一些，有一点慢热啊。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周志鹏的表现我觉得可以打满分了。之前有很多中国选手输给了克劳斯啊，大部分是拼拳拼不过，稍微拼不过就开始跑，结果被克劳斯啊穷追猛打，然后 KO 掉比赛。但是今天周志鹏完全不一样了，克劳斯你喜欢来硬的，那我就跟你硬到底。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大家不要认错了，红色拳套周志鹏，蓝色拳套阿尔伯特·克劳斯。心里有底的这种有经验的老选手，通常都会对如果没交过手的选手，都会在第一回合进行试探啊，一个掌握。我在这个赛前呢，就是见到周志鹏，我问他你现在状态怎么样？他说现在身体啊，就像有炸弹在里边存着一样。他说我现在就尽量再静起来，让自己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都放在擂台上。确实今天这志鹏的表现确实也不错。刚才这克劳斯这个击打的部位有点不准啊，打到这后脑啊，裁判提示了一下。我相信他不是有意为之。我们看到克劳斯这种强点的选择啊，只要周志鹏把手抱起来，马上就对两肋进行打击。好，而且克劳斯这个防守非常严密。对，在近距离两人对攻的时候，他那个上勾拳啊，对
虽然说我们现在看周志鹏打的的确是不错，但实际上在赛前看好周志鹏的人那是寥寥无几。都说阿尔伯特·克劳斯拳法出色，但现在我看的话，我怎么感觉哇，周志鹏穷追猛打哦，但是要小心，哈哈，但是要小心呐！这一下是冲得太猛，刹车没踩住。恐怕在全世界能够追着克劳斯打的人，只有周志鹏了。中国选手已经上了很高一个档次了。是的呀，对战天王级的人物克劳斯啊，以前是不敢想象能打成这种局面。那王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选手为什么突然这么快的能提高一个这么高的档次？我觉得还是一个这种赛事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这样赛事的平台一个经验啊，包括一个氛围、心得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对自由搏击的理解，我觉得更深了。现在慢慢的，由于我们这个 WF 的这个平台的产生啊，也让更多的观众或者更多的选手走进了这个自由搏击的这种训练和比赛当中。是的，这一场比赛，周志鹏不只是克劳斯在中国遇到过最难打的对手啊，我感觉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克劳斯打到过最难缠的对手了。这一场比赛不是两名选手的战况打得很艰难啊，台下的打分员、裁判也很难受，因为两人的分数现在实在太接近了。你可以说周志鹏现在是优势，但你也可以说克劳斯现在也不落下风。克劳斯左右侧滑，没有。这时候这周志鹏其实可以往外走一走，左右晃一晃。可以说去年克劳斯输给伊萨，就是因为伊萨的这种连打带闪的这种风格，让克劳斯抓不住，所以才让克劳斯没有了力量。好，双方的比赛马上来到第3个回合，这也是我们中国选手第一位和克劳斯打到第3个回合的选手。这一刻虽然说不是什么荣幸的事儿啊，但也很难得了。好，第3回合比赛开始。双方这种对拼已经进入了这种白热化了。双方已经完全不需要再保留体力了，因为这不是一场晋级战，双方可以毫无保留的在这个最后一回合宣泄完。这场超级战就是让他们来演绎这场擂台的经典对决的，把所有积攒的那些弹药全部倾泻出来。没错，积攒了2年的这种积累，现在就是爆发出来的时候。没错，周志鹏面前的就是天王，就是克劳斯，2年前没能遇到的对手，现在站在台上，看怎么面对他呢？本场比赛双方差了4岁，周志鹏31，而对方的话是35。所以说比赛拖到第3个回合，虽然说是白热化状态，但对周志鹏来讲啊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是当兵出身的，而且更为年轻，体能上肯定更好。而阿尔伯特·克劳斯他就不一定了，虽然说他是一个王者，但毕竟王者也35了。这个有点抓住感觉的这种样子。但是克劳斯的体能上啊有出现问题了，有一定的消耗。况且今天他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也比以往啊稍微慢了很多。我觉得志鹏啊确实在这个地方训练确实有取得很大的效果，准备啊特别充分。现在体内的这个炸药已经开始狂轰滥炸的宣泄出来了。没错，而且我们知道周志鹏他是一名意志品质非常顽强，而且抗击打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迄今为止没有被击倒在这个搏击擂台上，没有这种场面啊，没被 KO 过。双方都是这种擅长坦克推进的这种选手，所以这场比赛让我们看的啊，这感觉是满天飞的都是刀的感觉。应该都是炮弹吧？这个是全炮太正了。双方全是。这一场比赛，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双方的拳腿比例大概是20比1啊，打20拳出1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阿尔伯特·克劳斯他擅长拳法，那周志鹏呢就全程和他拼拳啊，打就打你个心服口服。WF 擂台上的这个坦克，对，老朋友了。这次他的短裤上出现了我们中国国旗，我们也觉得克劳斯可能体会了我们观众的这种热情。双方在这个最后这一回合已经可以完全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双方体能的下降，这个时候就是完全拼这种一直在撑。那王老师，您看现在这个谁比较有优势？我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双方，我更希望他们有架势。我觉得在这个切合于3场的综合来说，3局的综合来说，我觉得志鹏今天发挥的不错。对，况且在得点上，在这种场上的这种比赛结束了啊，但是好，这场解放军拳王大战荷兰不败拳王的比赛终于结束，双方是从头打到尾。这场比赛真是一场拳击的盛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的也很过瘾，高手对决啊，就是这么好看。好，最终结果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周志鹏。这场比赛也让笼罩在我们中国拳坛多年的阴影啊，终于给他打散了，让我们恭喜周志鹏。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漂亮，坏了，这一下已经晕了，这下真的晕了，这下真的晕了。好，又是一重拳。我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黑人选手，在赢下比赛后，先戴上了小丑面具，当众羞辱中国选手董鑫，表示自己仅用了2团功力便拿下了比赛，还当众狂言，即便是死人方便和邱建良同时上台，也都得被他打到跪地求饶，大喊饶命，还同时羞辱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见一个打废一个。既然这个黑人选手如此的嚣张，董鑫的师弟宝银仓申请出战，势必要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老外。好，双方的比赛将开始，注意看左边红方选手宝银仓拎住狗腿儿。宝银仓刚一上来便势如猛虎，这是一位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汉子。而蓝方选手这个黑人老外便是森巴库里巴利，在大概1年前啊，他击败了宝银仓的师哥啊董鑫。现在森巴库里巴利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他不断的退后，双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宝银仓啊，加油啊！
保银仓的身高臂展的都比对方占据优势，看看有没有 KO 的机会，有没有 KO 的机会。现在用砸拳爆锤，不断的锤击森巴库利巴里，保银仓有机会，裁判会不会判 TKO 呢？现在裁判还没有判罚。第一回合比赛进行到1分20秒。哎，什么情况？现场裁判终止了保银仓的进攻。刚刚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犯规的动作，也没有打出擂台，什么情况？那我估计是这个裁判啊，怕保银仓呢打出人命，怕污染了这个擂台啊，怕太晦气。哦，保银仓还是连续疯狂的摆拳，那么森巴现在是只能死死的护住头顶，完全不敢反击。而保银仓的表情我们看啊，真是带着一股狠劲儿啊，杀手的感觉。哦，森巴下潜抱摔没有成功，被保银仓按到地上，又是这个角度，尚未疯狂的砸拳。裁判啊，裁判离远一点，你不要再终止比赛了。爆锤。我们太希望中国战队能够拿下今天晚上的第1场胜利。哦，又来了，裁判又帮助这个森巴黑人选手又站了起来。这种裁判我觉得干脆开除他。别看他是黄皮肤啊，但搞不好这个家伙有一颗黑心呐。这个1回合比赛3次击倒，一场比赛1回合比赛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那比赛就要判负了啊。在第1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这个森巴库利巴里啊，现在是在勉力的支撑啊。好，第1回合比赛结束，保银仓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在第1回合把这个森巴呀，这个赛前畅乐至极，扬言要打拳打方便，脚踢邱建良的这个黑人选手是疯狂暴打。如果不是裁判阻拦的话，我觉得对方啊早都已经上天堂了啊，不对，已经下地狱了。以对方的水平还打邱建良呢，那邱建良一根小木脚趾都能踩死你啊，方便一根小指头都能捏死你。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又是一个接腿，这个场面和第1回合差不多啊，都是先接腿，然后再打击对手。哦，后手，森巴有点晃，但对方的臀部很肥壮啊，很稳，哈哈，这是对方的配重啊，他的臀部很肥啊，这样一来的话能站得更稳一点。毁伤之后，现在显然没有恢复啊，还是绵软无力的一个状态。双方开始了角力，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呢？现在保银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啊，没有用上全力。但第1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森巴库利巴里这位选手，我们感觉他还是非常顽强，很能扛啊，在第1回合都被打成那样了啊。好，连续的摆拳和直拳。现在现场观众的情绪是非常的高昂啊。那中国公击全能系的战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正所谓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啊！赛前这个黑人选手赛前有多狂，那么现在的他就有多狼狈。两只小手啊，两只小黑爪啊，已经是焊到脑门上了，他不敢拿下来啊，稍微一松懈，那可能下一秒就要躺地上。现在这个小黑子森巴已经整个人是很软了，但他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顶啊，因为他越退缩，保银仓打得越狠。而保银仓这边也是稍微的收了点劲儿啊，放缓了一下节奏，估计想保存体能，在第3回合再统一释放。虽然摇摇欲坠，虽然站不太稳，失去了平衡，但是他还是能坚持啊，这就是森巴库利巴里的特点。加油！加油！加油！哎，刚才这一记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利巴里，但是保银仓没有跟上来有几拳呐。森巴库利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虽然说保银仓呢很年轻啊，才这个19岁啊，但是表现的确是非常的给力，尤其是在拳法上的表现啊，他的拳呢打得很重啊，非常的犀利。我觉得第3回合保银仓 KO 这个小黑子的概率啊是99%。好，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3回合保银仓能不能够 KO 这个嚣张的小黑子。好，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决定回合，保银仓应该是全力出击啊，不要留力了。第1、第2回合都占据着优势，争取能把对方 KO、TKO 或者降服吧，来个漂亮的胜利了。保银仓啊，不要再留力了，全力出击，跟对方拼个灿烂之战。现在保银仓出拳做空的机会也比较大。森巴库利巴里闪躲过了保银仓好几记重拳。现在森巴库利巴里是在摇臂啊。保银仓这个小伙真是怎么打怎么有，
虽然说现在体能没有开始那么好了，但是打的拳啊依旧是很准，打得很重。好，森巴想摔，但宝英仓来自于草原啊，你摔我们那不属于羊入虎口吗？第3回合马上要结束了，现在这个小黑子森巴也试图做一些反击。哎，宝英仓这怎么能不做防守呢？哇，真不做防守，双手自然垂直，这不是说我们没劲儿了啊，就是不想防。啊，这个防爆摔真好啊！本场比赛的防爆摔是100%的成功率。但是觉得宝英仓这场比赛啊，目前的命中率还是稍微低了一些。好，又是一记重拳。森巴古迪巴里这场比赛是无数次的站起来。好，又是一记重拳，再打了个坐地不起，本场比赛结束。好，比赛终于结束。那这场第3回合，我个人感觉啊，应该早就判胜了。因为宝英仓连续击败了击倒了对方3、4次，但是都没有被裁判读秒。这个裁判我觉得啊，真应该检查他一下。黄皮肤，但他有一颗黑心呢。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宝英仓为他的师兄董鑫成功复仇。本场比赛也打得非常的给力，非常的有血性。好，同时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好了，结束了 ，KO， 这是完全 KO。直接 KO！ 韩国双冠王来中国踢馆，扬言不拿冠军绝对不回国。结果不料刚开局15秒就被中国小伙一拳干趴，躺在地上怀疑人生。也是2018年韩国泰拳67和71两个级别的双料冠军。我们掌声有请来自韩国的楚竞赛。好，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比打小日本还要精彩的一场暴打韩国棒子的精彩对局。小日本子固然令人讨厌，但韩国人的恶心，观众朋友们那是更令人作呕。就比如说眼前这位美女高举的国旗，我们仔细一看，这完全就是我们中国的太极八卦图。没错，这帮卑鄙的韩国人，观众朋友们什么都喜欢偷我们中国的啊，连国旗自己都不会做。好，我们注意看，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韩国的泰拳双料冠军、双冠王，年仅23岁的楚京宰。好，这个小子很年轻就已经是双冠王了，这次来中国更是夸下了海口，立下了誓言啊，表示不拿一个冠军，不成为3冠王，绝对不回韩国。但是观众朋友们，他敢来中国踢馆，那他已经提前输了一半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响雷神剑刘翔明。没错，本场比赛赢着韩国棒子的小伙正是眼前的中国小将刘响明。他综合实力极强，可以说是毫无短板。标志性的右手平勾更是堪称一绝，威力十足。10战绩12胜3负，而且最新的刘响明是6战全胜的一个状态，势头正猛。所以说本场比赛这个韩国选手啊，完全不需要研究战术该怎么制定啊，直接研究自己的坟地在哪儿买就可以了。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争夺战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 WLF。这是刘响明的一击拳。观众朋友们，刚开局15秒。这个韩国双冠王在韩国是出了名的快，观众朋友们，我真是没有想到他原来是躺下啊倒得快。我现在完全可以怀疑啊，对方的双冠王是不是在韩国打的什么少年组或者儿童组，打的都是小孩吧，实力有点太弱了。挑战资格赛的第1场半决赛。现在已经完全进入这个刘响明的节奏当中，刘响明的后手拳的迎击特别的准。幸好这个我们的韩国选手恢复的也蛮快的。对。再多介绍一下，这一位韩国选手，目前是在他们韩国 Max FC 的65公斤级排名第1啊，第一次到国内来比赛。他们整个拳馆是隶属于韩国的泰拳协会，所以未来刚刚跟韩国人也打了一个迎击，打蛮准的，打到我们的刘响明的下巴。这两个人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说就没有让我们有这个空档。有机会啊！2个快拳，刘响明的拳更准更重一点。虽然说这个韩国选手是双冠王，而刘响明啊一个冠军没有，但是本场比赛目前我们看，无论是拳法上还是气势上，刘响明是遥遥领先。刘响明就如同下山猛虎啊，出拳精准且犀利。好，你看对方是频繁的搂抱我们，现场裁判也警告对方2次了，还在搂。如果仔细看这个韩国选手啊，他的前腿在不断的点地板啊，这是典型的一个泰拳风格的一个特色。对方的双冠王2个冠军啊，都是泰拳冠军。8人赛第1轮呢就被日本冠军凯人给 KO 掉了，所以其实呢，他的一个抗击打能力是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我们刘响明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那刘响明在泰国站对方泰国选手何立颂，也是用接腿摔限制对方的腿法，然后拿下精彩的 KO 胜。今天这场比赛呢，刘响明很有机会再拿下一个 KO 胜。看这趋势有点像。是。
现在是用刘晓明是用他的一个万兔的迎击，万兔的迎击会比单发的迎击来的好一点。好，还有10秒。现在蓝方明仔用头发来做试探。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注意看的话，对方还穿了一个红色的裤衩。那原本对方是想讨一个好彩头啊，想讨一个吉利的彩头，但是没有想到，红色裤衩变成了血光之灾。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待会儿不要认错了，红方选手白色短裤，中方选手刘晓明，而蓝方选手红色裤衩便是韩国的泰拳双冠王楚京仔。没有想到这个迎击就是刘晓明的万兔迎击，这两球会比单用后手拳来的好一点，因为呢前手开路的话呢，会让后手更容易打穿对手防御。这是各位观众可以多练习的。格赛的第1场冠军。目前大家知道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在王鹏飞的手中。按照我们的赛制规则，拿到之后他要接受这个其他选手的挑战。那获得这个挑战资格的话，就是要参加我们的这个挑战赛。出前手的一个组合，而且是先出后手再出前手的一个干打，用这样的一个变化让对手会猝不及防。第2回合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做西法，虽然这个韩国人是打泰拳的，但是呢今天西法都还没做出来。对。第2回合双方的节奏呢是慢慢缓了下来刘晓明不着急啊，因为我第1回合已经拿到了巨大的优势，已经拿到了1分。该着急的是后手，该着急的是对方，而不是我们。再见我们说韩国人非常恶心啊，喜欢偷东西，没错啊，他们喜欢偷我们中国的文化。现在这帮韩国棒子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偷取和窃取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境界啊！说什么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啊，还有什么各种节日都是韩国人发明的。前2年说我们中国武术是韩国人发明啊，近2年更过分了，说我们中国散打是韩国跆拳道演变而来。观众朋友们，这帮韩国棒子真是不要脸到了极致。所以没有错，刘晓明给我狠狠的打这个韩国棒子的脸。哇！这一次呢，刘晓明就是加强他的迎击这一招，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招真的是蛮管用的。对。那刘晓明的拳是不管在任何距离呢，他都能够打到对方，能够很顺利的发力，这是他的一个特长。然后刘晓明的时间跟距离控制的非常好，不管是迎击啊，或是红手反击。又有了，抓对手空档都抓得太好。好，双方的比赛马上来到第3个回合。那么在第2回合，刘晓明是放慢了节奏，缓解下了体能。那这样一来的话，第3个回合恐怕这个韩国棒子他要危险了。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祈祷自己不要被打死。在前，这个红色裤衩的韩国选手扬言说不在中国拿1个冠军，不凑够3个冠军绝对不回韩国。你以为我们中国是菜市场吗？你以为我们中国的冠军是萝卜白菜说拿就拿吗？他太天真了。这场比赛迎战他的小将呢，刘晓明白色裤衩的他没有任何冠军，而这个韩国选手是双冠王。但是我感觉他在刘晓明的面前就像是一个陪练像是一个人肉版的沙包。之后呢，立刻把这个阵型稳定下来。对，他恢复的还是挺快。好，中扫不错。现在韩国选手用泰式的节奏跟刘晓明打，其实是会比较吃亏一点。这个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节奏太慢，而且太单调。但是呢，他最刚开始接受这个泰拳的训练，所以他又回到他原始的一个习惯动作去了。他可能觉得用这个节奏的话，他自己更顺一些。是，因为毕竟第一局的那个节奏快了之后，对他也不是很有利。他刚出道的时候左腿没有拳，那后来呢，因为韩国拳击也不错，所以多练了一些拳法，才让他有现在是比较好的表现。前手的一个绝活双方在前手的互拍，互相拍对方的拳。这是在拳击常用的一些技巧。漂亮，又是一个赢。倒了，这个后劲真强。好，看到这一幕，我相信屏幕前的您那是相当的开心了。那当然，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观众朋友们，我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笑的，除非看到这个韩国选手这么狼狈除非我忍不住了。好，刘晓明想要一鼓作气拿下对手。韩国选手和日本选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韧劲很强很抗打，很抗斗。他们天生就是贱骨头、贱皮子如果不抗打肯定不行。所以说呢，天生就抗打。鼓紧了。还有第2次的警告了。对。刘晓明的后手拳再往内缩一点，再准一点。扣分是吧？是吗？是要扣分了。估计。好，还有10秒。躲过了一个 saving by fail， 就是被铃声给救了，不然就是会被 KO 了。好，我们听起来是比赛铃声结束，但是观众朋友们对于韩国选手来讲，那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心想，铃声终于响了，我终于不用再挨揍了。没错，本场比赛我相信这个韩国双冠王这个小子已经被打到不想再打了我估计他也后悔来中国了。
赛前他表示，不拿一个3冠王，不拿一个冠军绝对不会韩国。我现在给他一个机会收回这句话，我相信他会立马撤回。好，最终结果让我们恭喜刘晓明拿下了这个韩国小棒子，韩国的双冠王。那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我操！注意看，嚣张的韩国人以为中国选手是软柿子，动手动脚，故意吹嗓。中国选手丝毫不惯着，当即霸气回怼。上台之后，更是用中国武术教他做人，揍得他抱头鼠窜，哭爹喊娘。好，这场比赛是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看暴打韩国棒子的精彩对局。要说全世界谁最会欺软怕硬，那我估计韩国人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即便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在韩国人欺软怕硬这一块，估计也得甘拜下风。据有效数据统计，在比赛开始之前，尤其是拳击比赛韩国选手的挑衅率高达80%以上。也就是说，10个韩国选手当中有8个人会去挑衅对手。就像赛前黑色裤衩的红袍选手韩国的池昌旭，这个小子披着韩国的八卦国旗，当众推搡我们中国选手。他以为我们不会还手，结果中国小伙当即回怼，然后他就蔫了，就像是这个冬天这个秋天双打的茄子，他蔫了。而这场比赛的中国选手便是红色短裤的蓝方选手张正勇，他在11岁时便被父母送到了少林寺塔沟武校学习传统武术。打晃了。对方的反应很迅速，下潜抱摔终止我们的进攻节奏。哇，这个家伙劲儿还真不小。今天他们两个的战斗风格是完全不同，一个就是赖赖唧唧偏柔术和摔跤为主的韩国棒子，而张正勇他便是传统武术风格更浓一些，拳腿功夫更好。也就是说，我们打站立厉害对方呢这个赖赖唧唧在打地面比较厉害一些。裁判看不下去了。因为对方他只是黏住你，但不进攻，在裁判的眼里，这属于消极比赛。实际上对方他并不是一个纯种的韩国人他其实是一个蒙古人，来自于蒙古国，但是他现在的国籍是双国籍，蒙古加韩国。没错，他投靠了韩国棒子，放着好好的牛羊肉不吃你非要跑去韩国吃泡菜，那没人拦得住你。小心！张正勇，哇，拳法抡得太猛了。别看张正勇的身高不高但他绝对是一个十足的小钢炮，打法非常的凶，很有勇气。正如他胸口纹的4个大字虽死不败。大家可以暂停仔细看一下4个大字。虽然说这个字体呢不太好看但是呢意思表达到位了虽死不败。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大家不要认错了。红色短裤中国选手张正勇，而黑色裤衩便是韩国选手池昌旭。他以前应该是有一个蒙古国的名字，但叫啥不清楚好漂亮！哇，启动速度很快。实际上在身高和臂展上，这个韩国选手都占据优势，但他的战力水平实在太烂了。好，下潜抱摔，没有任何假动作，直接偷袭。但郑勇的防摔能力的确差了一些。现在是半跪在地上。好，顶膝。在战力上，我们这边给到的压制力还是非常足的。连续的摆拳追击，大开大合的拳击风格很有观赏性。主要是够不着对方除了跑就是跑。现在蒙古人加入韩国国籍呢，已经是一个家常便饭、非常常见的事了。观众朋友们，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因为现在韩流已经是席卷了整个蒙古国。当年韩流也想席卷我们中国，但是国家出手非常的及时，把他们赶了出去。好，蓝牌警告，现场裁判警告了韩国棒子。原因呢是对方太过于消极，不出手。的确，因为他除了摔我们以外，几乎是没有出过拳或者腿。好，比赛继续。现场裁判还算是比较的这个专业。张正勇疯狂的大力摆拳，很彪悍。对手下潜抱摔，这下终止了郑勇的进攻节奏。而且对方的这个力气的确是很大浑身蛮力。但是他的地面技巧也不强，他只会摔把你放倒。像其他的什么地面砸击地面控制目前来看他的技术水平呢的确是不高。这么不高，他是怎么敢赛前推搡我们呢？好，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
大家不要认错啊，红色短裤中国选手张正勇哦，而对手没错，下线抱摔的便是韩国选手池昌旭。张正勇在比赛结束之后啊，赶紧请一个摔跤好一点的教练吧。这个防摔还是要练一练。这场比赛呢，几乎是都没有防住。好，大力摆拳，疯狂追击。好，这一下还是没防住，在防摔技巧上还差了一些啊，站立水平没得挑。实际上，我们国内的很多综合格斗高手啊，都是先从站立高手慢慢的学到了这个地面技术，像张伟丽，包括3大大满贯王聪，宋亚东，这都是先是练站立，后是练摔跤。所以说呢，不着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精通站立啊也没问题啊，总要有一样东西啊能拿得出手，就怕你样样通，样样松。好漂亮，两拳。这场比赛没那么激烈的原因呢，只有一个，就是对方啊太怂了，满场乱跑，满场乱钻。主要是我们想打，但打不起来呀。好，前手的摆拳，后手来一个。哦，抱头鼠窜，这下真的打到抱头鼠窜了。又一次下潜，终止我们进攻节奏，但比赛时间马上结束。好，这场中韩大战终于结束。虽然说韩国选手赛前叫得很欢啊，推搡又叫嚣，但没有想到上台之后啊，软的不行啊，被我们中国选手全程站立吊打。虽然说有很多次的成功抱摔啊，但他的每次抱摔都是没什么用的，没有任何杂击啊，后续的补拳。所以说3个回合对方的分数不出意外的话，那应该是相当的低了。哦，没有意外，恭喜中国选手张正勇获得比赛胜利。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